这个女生就是有点想要找麻烦，没有把她当成是一个被害者。她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觉得她爸爸非常的不可思议，是你儿子不容忍，是不是？欢迎来到嗨对，我是邢娜，我是台妞。今天有来主讲社会事件。今天要讲的社会事件呢，发生在去年一个闹得非常大的社会案件，是韩国空军的性侵案件。这个事件的女主角呢，是一个韩国的空军军人中士，她叫做李耶朗。中文就翻李义玲，她是任职于韩国中清南道瑞山市松山縣的一个空军团，空军第20战斗飞行团。刚刚讲的这个瑞山市，它其实算是离市区有一点距离，算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军营就对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呢是去年2021年的3月2号这一天。这天下午呢，李中士他原本是要值夜班的，那他收到长官的指令说，请他把晚上夜班调开，然后晚上跟他去一个聚餐这样。他当天有一点不想去，可是因为这个长官呢强烈的要求他一定要参加，所以他就把他晚班排掉，然后跟长官一起去参加聚餐。心里想说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聚餐。跟其实那个聚餐的时间呢是去年的3月嘛，去年3月其实这个时间韩国还在限制社交的距离，最多可以聚餐的人数是4个人。可是当天呢，其实已经违反这个规定，当天聚餐人数是超过5个人以上的。这个李中士他抵达现场的时候呢，发现现场除了其他长官之外呢，还有一些长官的朋友。其实那个聚餐是什么嘞？其实就是他们去了一间新开的餐厅，那个餐厅的老板呢是这个长官的朋友，就是带他去庆祝朋友开业就对了。所以是私人场合，也不是是私人场合。那这个聚餐结束之后嘞，李中士呢他就跟着其他的长官一起要回到军营。那开车的呢是他的后辈，前座是他的长官，然后他跟另外一个张中士坐在他旁边，他们4个人在这台车里面一起要回军营。前面的这个长官呢姓卢，那这个卢长官呢他就先下车了。下车之后呢，后面剩下的是张中士跟李中士嘛，就2个人坐在后面。结果嘞，在后座的时候，这个张中士呢，他就算是有一点喝醉了，然后就开始对李中士开始上下其手，而且越摸越起劲，就是从胸部摸到下面，然后舌头也伸过来了这样子的状况。这个李中士他当下一定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嘛，所以就跟他说，请你不要再这样子了。前座的人呢？继续开车，就没有要，没有要，因为后面那是最大长官，最大长官已经先下车了，后面2个是算是平辈的，但是开车是最小的开车是忙内，开车是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讲任何话。反正他后面2个就在开始上下骑走了之后嘞，那个女生觉得很不舒服，她就跟后备长说，请他先停车，停了车，然后他就说我要走了回军营。他下了车之后嘞，开车的后备就继续开，开一小段距离之后呢，这个张中士也跟后备说，请他放他在这边下。这个张中士下车了之后嘞，他就跟着这个李中士的原路，他就继续跟着他走。他们俩呢，其实下车之后有做一个对话，张中士就跟这个李中士说，我可能喝醉了，你就当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好了。当下呢，这个李中士他其实心里很害怕，因为他们回军营的路上算是一个田园边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人，对，四下无人。然后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所以他只能就先答应他，因为他怕他会对他有什么生命的危险。当下就先跟他说，好好，就这样吧，喝多了赶快回去。2个人就回到军营里面了。隔天嘞，李中士他就是很害怕跟很不舒服跟很气愤，所以他隔天就立刻想要跟长官举发这件事情，先跟这个当天有在现场的这个卢长官说明这件事情，就是当天晚上有发生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卢长官却回答他说呢，因为当天我们的聚餐算是违反了限聚令，所以你这件事情呢，如果举发到上面的话，我们违反规定，这件事情就会被爆出来，一个爆一个这样子。对，这个卢长官就先叫这个张中士说，你可不可以就放过这件事情，不要再追究了。而且他居然还这样讲，哎呀，人生嘛都是会经历过这种大大小小的风波，你就让他随风去吧的这种言辞跟这个李中士讲。这个卢长官呢，他就是这样跟他说嘛，所以他们也没有对这个张中士做任何的处罚，甚至呢也没有把他们2个调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没有调离蛮扯的。对。这期间呢，李中士他就是不停的想要举发这件事情，跟其他的长官继续举发这件事情，可是没有人要帮他。而且呢，这个
期间呢，这个张中士加害者他还有传讯息来给李中士，威胁他说，如果你要举发这件事的话，我就要杀死你。甚至呢，这个卢长官呢，他还找来了李中士的未婚夫，他的未婚夫也是在军营里面的军人，你们都要结婚了，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不能就让他息事宁人。对，息事宁人，不要把事情闹大。请他的未婚夫劝这个李中士说，不要再追究这件事情了，也不要再什么指控，不要举发，你就让他随风去吧。这样子的说辞。对，这个加害者这个张中士的爸爸呢，他还传了讯息给李中士，用一个情绪勒索的方式，他内容就是写说，哦，对啦，是我儿子的错，我们对不起你，事情已经发生到这边了，那你能不能就是放过他？你如果想要清清白白的离开这个军营的话，现在把这件事情盖起来，不是最好的方式吗？用这样子清清白白，他没有去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但是他的想法是他被人家玷污了，我觉得他爸爸非常的不可思议。太人。对啊，他是用荣誉这个韩文字说，你如果想要荣誉的离开这个军营的话，是你儿子不荣誉，是不是？对，我真的超气的。反正他就是用这样的言辞去，就是情勒他，对，情勒那个李中士，叫他不要再举发了。而且呢，这个李中士他虽然被各方面的诉说、各方面的情绪勒索或者是威胁，但他还是想要举发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太不公平跟太不可置信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所以他当然在事发之后，他有去精神科要拿诊断报告。诊断报告后来也有被公布，它上面就是有证实说他有受到性骚扰，跟有受到那个精神压力的迫害，然后有失眠症啊、不安障碍等等，就是因为受到了性骚扰之后的后遗症。报告上面有显示说需要3个月以上的精神科治疗这样子。我们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做过性骚扰的案子，其实性骚扰的案子，如果加害人是认识的人，他们的痛苦会是 double 的。精神科医生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李中士他的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最后呢，就在我刚刚提到说没有人要帮助他，所有的长官都想要息事宁人的状况之下呢，这个李中士他只好自行请调到其他的军营，因为他没有办法再面对这个张中士了，所以他最后就请调到另外一团是15团的飞行团军营。但是呢，他虽然请调到别的军营，可是别的军营呢对他还是百般刁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军营间互相就是说，哦，这个女生就是有点想要找麻烦，没有把她当成是一个被害者。这个军人就是一直想要找麻烦，一直想要举发玷污我们的军队等等这样子的言辞去形容这个李中士，所以他在15军营里面还是受到各个长官的精神压力嘛。就是被王大的感觉。对。事件发生刚刚提到是3月嘛，事件过了2个月之后呢，在5月21号这一天，是这个李中士他要跟男朋友去登记结婚的这一天。跟男朋友登记完之后的下午，男朋友去上班了，就去军营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里，他就用手机录下了他所有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跟他受到多大的迫害等等的这样内容诉说完之后，他就去自杀了，而且他把整个自杀过程都拍起来了，用这个激烈的行为去回应这个事件。对了，因为没有人要帮他，而且呢，他在影片里面也有说到说，他觉得他自己的身体被玷污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活下去，他会变这样都是这些加害者的错。这个是整个事件的原委。其实呢，这个李中士他在自杀过后，当然家属没有办法接受嘛。李中士的爸妈们呢，试图想要去发掘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遗属呢，其实后来有公开当天的行车记录器，我这边有准备影片给大家看。네, 그렇죠.
拿酒。我想要讲的是呢，他从头到尾对他都是用敬语，即使他说不要再摸我，他还是用敬语，因为他们口气呢，口气也是好声好气的，完全没有生气。他说你明天要怎么见我的口气，也是说你这样子明天要怎么见我呢？就是这种很平淡的口气。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军人，军人里面就是会有这种阶级。对啊，影片里面就是有叙述到中间，他跟那个开车的部属说：“放我先下车。”就是我刚刚叙述到的内容。而且呢，这一段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呢，其实在这个李钟士生前，他其实有拿到这个影片，而且他也有把这个影片交给了长官，可是没有人要针对这个影片做任何的回应。这个是后面大家在骂的。那这个李钟士爸爸呢，在女儿自杀之后呢，其实这个李钟士的父母一直都知道他女儿有遭受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也都知道说女儿有拿到这个行车记录器的画面，然后有去跟长官去举发这件事情。他们知道的结果就是长官就是一直去跟女儿说，哦，我们会解决这件事情，他再等等，其他再等等，就这样等了2个多月。这个是家长这边知道的事情，没有想到女儿最后会自杀。在女儿自杀之后，父母当然没有办法接受，长官没有再解决这件事情，让女儿承受到这样大的压力嘛。这个李爸爸在女儿自杀之后，就立刻上青瓦台请愿，说政府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请愿之后呢，就是有大量媒体开始报道这一起自杀事件。在媒体报道曝光之后的2天后呢，这个张忠士就立刻被逮捕了，而且这个卢姓的长官也被革职了，甚至呢，国防部部长还亲自到这个李钟士的父母家去道歉。最后呢，连当时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他也有发表声明，说会还家属一个公道，然后会开始认真的调查说军中这些腐败的军纪啊，然后为什么会有性侵害、性骚扰这样的事件发生等等的一连串的动作，其实都被大家骂得很惨。这个李钟士在自杀之前没有人要帮他，可是就是因为他自杀之后呢，媒体开始大量报道，大家开始疯狂的注目这件事情之后呢，军官这边才开始做一系列的动作，其实被大家还蛮诟病的。就是会很像之前运动选手，你都一定没要错，以死明志。对。今天的工商时间是上次回台湾的时候，喜娜吃了惊为天人的丹尼船长爆米花。我们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我还说什么爆米花啊？你还在那边讲说，可是我上次吃的真的好吃，就一看就是我上次吃的。对，因为他们家爆米花很特殊，是因为他们不是玉米，他们是用台湾的米去爆的爆米花。它真的是爆米，真的是米吃进去有很满的那个米香。他们家是用椰子油，所以吃起来完全不会有油腻感。我那时候我朋友拿给我吃，我立刻把那一包嗑光，而且夸张，而且我还跟他说你还有吗？我想要带回家吃。这么夸张，就是这么夸张。他们家是选用海藻糖，因为其他的零食可能都是用蔗糖，吃起来比较甜，可是海藻糖就是大概蔗糖的1/2甜度，有点像饮料的微甜感，真的就是我会爱，就是你的 style，就是我爱的零食。接下来试新口味，这是什么？凤梨口味。凤梨口味，竟然出这么神奇的口味。凤梨的水果味很重，它好像就是走一个清爽路线，酸酸甜甜的感觉。对，它没有香料味，它应该是天然果汁做的吧？对啊，凤梨果汁，椰子油，它东西真的很单纯，它所有的原料都不会超过5个，很单纯，又单纯又好吃，很强。我觉得它有个特色，它不会咬舌头。你知道有的零食很容易咬舌头，它不会咬，不咬也不黏。好，下一个，其实常常说是他们还没有曝光的全新口味吗？全新口味只给嗨尔队试吃，嗨尔队全新口味，超香哦。超好吃，而且它的起司感觉是用了很多种起司调口味的人哦，因为起司的味道很重，可是它吃到最后那个米的香又会综合掉油腻感，好强哦！因为米它的部分是比较绵密的饼干的感觉。就它裹在那个粉上面就会裹得非常的匀称，然后跟起司混在一起了以后，让那个起司更香，浓郁的起司，起司升级的感觉，好好吃哦！而且他们家都是非油炸的，对，非油炸跟可以做到很好吃的地方。没错。再来是这个时尚的蜂蜜味，很邪恶的零食，好香哦！因为蜂蜜的糖
吃起来跟一般糖不一样，是蜂蜜它最后会有一个蜂蜜的香味嘛。对，起司还有凤梨，一吃你就会先吃到凤梨。对，它可能吃到最后才会有蜂蜜的味道，然后跟那个米香混在一起。天哪，你好强哦，丹尼团长！丹尼团长是一个人吗？丹尼团长先生，你好厉害哦！对啊。而且韩国其实出非常多蜂蜜口味，超多啊！可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做出来是这个蜂蜜的香味。没有，应该是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是用真的蜂蜜吧。再来呢，他们热销第1名的手炒盐味焦糖口味，这种甜甜咸咸就应该带来韩国啊！有没有要进韩国？跟我们联络一下。我们真的认真想要把它带来韩国。对，看你就是走个咸甜的啊。我最爱焦糖的东西了，千万不要给我滑铁卢在焦糖，我会生气。它焦香味做的很厉害，焦糖做的好焦哦，强调说它甜咸又带点焦香的土味。有，这个完全就是我的菜，我知道它为什么第1名了。很好吃哎，好好吃哦！我们会就是韩国太太们先团购吗？那我们这次丹尼团长也有 Holiday 的专属优惠，更多资讯我们都放在影片说明栏里面。那我们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怪谈喽。那最后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的国防部加速审判，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呢。最后呢，这个国防部的高等军事法院表示说呢，被害的李钟士因为他在军中没有受到完整的保护，感受到排挤等等的精神迫害，所以才会导致他自杀。可是呢，国防部讲的这一段话，其实被专家骂得很惨，因为他整个调查的方向居然不是去追究这个李钟士他受到的性骚扰，或者是他到底受到怎样的精神迫害，他调查方向居然是他真的是因为受到性骚扰而去自杀的吗？重点抓错。所以重点完全，其实我觉得不是重点抓错，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的，他们就是要规避责任，而且他们就是要污名化他。对，没错。后来很多节目去访问国防部这边的发言。然后国防部的发言人都说，我们就是到现在还是强烈的表态，就是要去调查说这个李钟士他真的是100%是因为受到性骚扰的案件所以才自杀的吗？就是他们到现在还是用这样的言论被大家骂蛮惨的。最后嘞，这个加害者这个张钟士呢，他一审是判定9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呢，当天的其他人，包含坐在前面的卢姓长官。还有开车的这个后备，开车的军人，然后包含呢这个李钟士他有去跟各个长官讲这件事情的隐匿事实的这些各个长官，最后呢都是不起诉，然后都是无罪的。再来嘞，其实就像大家知道，司法审判就是有1审、2审嘛。在今年2022年的6月14号呢，这个张钟士呢，他就是上诉，因为他一审被判了9年吧，上诉说想要减刑，甚至他最后呢上诉成功了，他就是2审是减刑2年，他最后变成是7年的有期徒刑，包含了确认说强制性骚扰这个是有罪的，可是呢报复威胁这个是无罪的。这边有准备当天的影片给大家看。影片中可以看到嘞，听到这个事实之后昏倒的这个李钟士的妈妈跟非常愤怒的这个李钟士的爸爸，因为最后2审居然可以成功减刑，他最后是7年有期徒刑。
整个案件呢，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在进行调查中，很多诉讼都还没有跑完，谁要负责任等等，这些都还没有一个水落石出，所以其实到现在都还在侦调当中。那今年呢，同一个空军的第20战斗飞行团的宿舍里面，2022年7月19号的早上8点10分，又发现了一个女兵的遗体，21岁的女下士，她姓江。当下发现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他杀的嫌疑，现场没有发现遗书，可是有找到这个江下士的日记，初步判定她应该就是自杀身亡的。军官这边当然就是想要掩盖真相嘛，当下一定会说哦，没有找到任何为什么她会自杀的原因等等。blah blah blah 之类的，后来就是被人权团体去挖，律师专家去挖这个案件呢。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是8月嘛，所以其实调查的内容还非常的短。现在找到的状况呢是现场有找到他的日记，他的日记就是有写到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有这样子的内容，很大的方向就是他也是受到性骚扰，所以最后导致自杀的一个女军人。那这个下士呢，她其实是在去年2021年3月被派到20团李中士，他们2个应该是有重叠的，而且他们又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面。当然这个军方到现在的表态是说呢，如果我们调查结果确认说他的自杀是因为这个性骚扰事件引起的话，我们军方这边绝对会将整起案件交给民间的警方处理等等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现在才过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是还在调查当中，没有更新的状况。只是呢，在这个李中士他的案件还没有一个水落石出的前提之下，又爆出了一个女士兵受到性骚扰而自杀的消息。其实这2个案件到现在为止，就是韩国这边受到媒体蛮大的关注，而且在军方的纪律上面都有对不好评价。没错。那我接下来要讲的呢，是后面专家在讲说，就是为什么韩国的军队里面会发生这么多性骚扰的案件。在这个李中士的案件发生之后呢，其实各大媒体有去追究军方的性骚扰这样子的案件。数据是说呢，在39名的这个空军女士兵里面，他们去做了问卷调查，问到说你有没有受到来自其他军人的性骚扰或性侵害的经验，有25人回答说有。然后对于说是否有亲眼目睹，你有没有看过或者是有听到这样的性骚扰事件呢？34人表示有，所以其实这个频率其实还蛮高的，超级高。看到这个数据我真的是傻眼。而且呢，从2017年到2020年这几年间，南韩的军队出现了超过4000起的性犯罪，而且呢，这4000起是浮上台面的哦，压下来有多少呢？我觉得很可怕，4000起很多4000起的性犯罪呢，大部分都是女性受到侵害嘛，而且呢，其实这些案件里面有真正受到制裁的，其实根本就是很少。对呀，看那个李中士到这么大，他们还可以减刑。就算有真正的实际的证据被指控呢，大部分都是获得缓刑，而不是真的就是入狱服刑等等的。而且呢，其实根据韩国的军事人权中心的负责人表示说呢，受到性侵害的女士兵，他们一般会息事宁人。第一就是他们会害怕长官会报复他们，或者是长官会说，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爆出去的话，你就再也没办法升职，或者是我就是要把你调离。受到这样子的威胁之下，所以大部分的女士兵通常就是会默默接受这一切，然后就让他 let it go 这样子。可想，因为我觉得军营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感觉他今天人前人后，就是督察的人走了以后，门一关起来会被怎么样都不知道。没错，而且军队有一个非常非常大跟民间不一样，是因为军方里面有完整的司法跟行政权力，所以他们就算里面有什么犯罪行为，是他们国防部里面自己会解决，不会交到民间这边。所以就算这个李中士他今天已经有实际的证据，他被受到性骚扰，他还是只能跟长官讲。他没有办法交到外面的警方，因为他就是军人，所以最后还是要有长官去定夺，就是由国防部这边去处理。军方其实有很大的权力，就是可以去封闭资讯，所以很多资讯是在里面流通，外界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其实我觉得不止性侵，像之前有那个军官有很多凌虐的事情，最后也都是盖啊。没错。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非常沉重的这个韩国空军的性骚扰事件。这案件算是近2年真的算闹得蛮大的，对。然后跟每一次有这样案件出来的时候，军官里面的陋习又全部会再现出来，包含前阵子那个 Netflix 的专门讲军中
虐待的事情啊，其实这些也都是一直都在讲一些军营里面的陋习。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不管是喜娜现在讲的性侵案件，或是军队里面就是一些陋习、虐待啊等等的，就我们所知道还是没有改善，没有改善。而且你看这个性侵案是去年的事情都还是造成这样自杀，我真的觉得他们就说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但是申诉的管道或是处理的方式是没有任何改善。而且这个李宗士啊，他的哥哥也是军人，其实照理说他应该已经有比其他人多一点的所以其实他爸爸妈妈现在很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就是有在媒体前面怒喊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放心的把我们的儿子女儿交给军方？说实话，军营感觉就是一个很不友善的职场环境嘛，对啊，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而且其实我有查到资料，很多的女军人都说他们在军营里面就是被当作一朵花，他们就是要去陪吃饭啊，陪喝酒，他们根本没有被当作是一个军人。我觉得这是还蛮大的陋习，对啊。以上就是喜娜这次所准备的社会议题单元。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按键小铃铛或加入我们的会员。我是台湾妞，我喜娜，下次见，拜拜拜。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社会事件咯。那我们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你为什么？我讲完了。以上就是喜娜这次所，再一次好。以上就是喜娜这次伟大，好，再一次。如果喜欢我们准备的议题的话，记得重新再来一次。